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美国的小费文化啊。我先说我个人啊，我个人不太喜欢美国这个小费文化，尤其是现在随便中午饭要18%的 tips， 然后晚饭现在是20%，20都算少的吧，25了。就是他本地人他也觉得高，但是他还是习惯这个小费了。我作为一个游客，我肯定短期待我是不太喜欢的，这是实话实说啊。但是来听听他怎么说，作为一个常住的。因为美国就是小费文化的一个国家嘛，因为很多你知道干服务行业的主要就是以小费为生活的，他是需要靠这个小费养家的。因为在干服务行业呢，他们的工资是非常低的。你要是了解了这个文化，并且你在这边就是干过服务行业，你就会特别理解这些东西。因为我们中国是没有小费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没有小费的，对，没有小费这个文化的嘛，对吧？但是没有小费文化呢，他们的工资是这个东西是一样的，他们的工资高，但是美国是有小费文化呢，他们工资很低啊，他们可能一天就30块钱、50块钱的工资。我客观的说一句，就是餐厅老板他是给员工少的工资，然后让转嫁到客人的身上，也没错吧？其实这也是一个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也是一个提高那个服务质量品质的一个基础，对吧？你就是你员工想赚更多的钱，你就要付出更多的那个劳动，对，你就劳动服务。对吧？你的服务意识肯定一定要好，因为你服务意识不好的话，那人是有权利拒绝给小费的。对，你看大家来到美国旅游，就会去餐厅啊，就会感觉那个服务员很亲切，跟你打招呼，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跟你聊天，对吧？这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想跟你有一个更亲密的一个接触，并且你们在付完账以后会吃得开心，然后会多付一点小费，他就多赚一点，这是底层的一个逻辑。我们上在那个 San Diego 那边吃饭，那个人就是服务非常好，就我们就多给了他点小费。对，这个确实也是相互的嘛。对，午餐在21年左右的时候，午餐也是10%，年前对10%，晚餐15%以上，15%就够了。对。现在觉得多不多？就以现在的这个消费水平而言，因为它所有餐馆都在涨价。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角度不同了。那我作为一个顾客来讲，我肯定是这样，我付出的更多了，对吧？以前可能是10%、15%，现在一下就起到18%起步了，到20%、25%。对。那我们作为我们个人来讲，我们就是觉得哇，现在确实是很贵，而且不光服务行业，就光他们的原材料啊，包括员工的工资啊，这些所有东西都在涨价。对，这是一个大方向，所有东西都在涨。那当然小费也要涨，这样确实也是局限了我们的消费。就以前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出去吃个4、5顿。或者3、4顿，现在可能是我们一个星期可能就吃个1顿、2顿。你客单价高了，就小费自然就会高，因为小费都是根据你的消费来成一个比例的状态，对吧？因为毕竟是从餐馆做起的。有一次你说讲你送外卖那个故事，我自己得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小费是客人点了一个差不多7块多的餐，然后给了我100块钱的现金，然后就不用找了。对，这是过节的时候，这是我那个时候正在圣诞节吧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很感动。其实就是真想哭出来那种感觉。对，很感动。就甭管他是给多给少，他就算给20也是。对，就是对你的一种肯定，他知道你过节出来不容易啊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，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传递。对我的影响就是，我在我们重大节日的时候，我去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也会象征性多付出一些小费。你不需要说你要给多少，给多就是多少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你是对人家一个尊重，一种肯定。对，因为人家付出劳动了嘛。对不对？可能有的人会说啊，我们这个尊重肯定不是用钱来表达的。来，那你告诉我用什么表达？我说一声谢谢，给一点就是我力所能及、我承受范围之内的这种小费，然后给他，你觉得哪个更开心？我相信他也会更开心，他也会更认可自己的劳动，他工作的也更开心。就是他说的这点我不否认，这个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传递。我觉得餐费加上税加上小费，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贵了。比如说我们吃一顿饭最少也要40-50吧，我会觉得哎呀有点疼。但是对于他而言，其实就是很正常的。对，我以前在国内给过别人一次小费，人家那服务员都惊了啊！你给我钱干嘛？有过，你有过吗？对，有吧？有，他们不要的。有的时候在国内确实是给，喜欢给，因为确实觉得不容易嘛。因为你在这边习惯了。对。美国小费文化，我们中国是没有文化小费的文化的。但是如果你来旅游，你还是要
适当的尊重这当地的小费文化，别说有跑单的吧，有那种跑小费的吧。我其实觉得这样，那您还不如不进餐厅吃，就像我一样，找个或者快餐喽，或者吃汉堡店吃一顿就可以了。就像他说的，你来到这儿了，你要尊重他当地的这个文化啊。就如果你舍不得，就学我，低调一点，吃的便宜点，进餐厅吃了，请你就尊重当地的文化就好了啊。对，好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，谢谢。谢谢。